新婚夜，夫君顾长渊奉旨出征，一去就是2年。今夜他凯旋，本该补上这迟来的洞房花烛，他竟先来了寡嫂的房中，行此苟且之事。小姐，听说将军回来了，你……你说要给长嫂一个孩子，怎么给？昨夜我已宿在听雨轩。等一下，长渊，夫君心事，我们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我们这样做，只是为了给兄长留后，委屈嫂嫂了。还有张宁，你一定要跟他好好商量，莫要因为我伤了你们夫妻情分。我和嫂嫂都是为了兄长血脉，哪像陆昭年，只知道拈酸吃醋，不顾全大局。嫂嫂深明大义，跟他没什么好商量的。兄长如今还在祠堂，尸骨未寒，你们就这般迫不及待吗？你也知道兄长已死，他若活着，我何至于此？你非但不体谅我和长嫂，反倒这般咄咄逼人。顾恒，你10岁名满天下，16高中状元，成为天子近臣，后任军师，收复漠北。而今英年早逝，你甘心？那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已决定这么做，不会更改，对吗？你已决定这么做，不会更改了，对吗？当然，此事父亲已同意，本不需要征询你的意见，是长嫂。他觉得应当告知你什么？好一个告知！那倘若我不同意呢？那我便休妻另娶。顾长渊，我给过你机会的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好，我同意。此事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你那满脑子算计的商贾父亲。顾长渊，当初你们忠勇侯府亏空10万金，是我父亲出手相助。这2年你的仕途上，我们陆家也没少拿金银帮衬，这些在你眼里都是算计吗？抛开往事不谈，长嫂父亲是丞相，他才是我未来仕途的贵人，你连这都要争吗？顾长渊能有今天的位置，是我陆家用金银给他铺的路，他却以为功劳全在林丞相。你自己好好反省。我去看看长嫂。小姐，我都听见了，他真是无耻。药呢？药到了吗？小姐为何不说世子是中了奇毒假死？您可是薛神医的弟子，再加上这西域来的药，定能救活世子。他们不配知道。侯府既如此待我，我便让世子起死回生，亲睹那对叔嫂如何珠胎暗结。弟妹，
昨晚睡得可好？昨夜我劝过长渊，让他先陪你，可他就是不听啊。他为了兄长辛苦耕耘，我作为妻子自然是鼎力支持。这傻子听不懂我在挑衅吗？既如此，就说得明白些。我爹是丞相，你爹不过是一介商人。我能帮长渊平踏青云路，你能为他做什么？就好比这次长渊进爵一事，就是我相府出的力。进爵之事一直是陆家在打点，相府做什么呢？林婉晴是真不知道，还是装傻揽功了？陆昭宁，你自请下堂吧。我没有做错，为何要下堂？我说，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？你不会真觉得你死赖着不走，就有机会为长渊诞下子嗣，做这侯府将来的主母吧？哼，别做梦，长渊是不会碰你。他呀，嫌弃你这一身的铜锈。长渊还说了，他无心世子之位，他会给我一个孩子，继承这世子之位和侯府。你这辈子都无法越过我，明白吗？陆昭宁，你有什么本事跟我斗？不管是世子夫人的位置，还是顾长渊的人和心，都是我的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阿满，你觉得世子夫人的位置如何？小姐，尹婉晴，那就看看是顾长渊先休了我，还是我先取代你。婉晴和长渊都是为了侯府，你要顾大局，识大体，明白吗？儿媳明白，不过咱们须得把兄长的尸身藏好，万不可让旁人知道兄长已死。一直放在祠堂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祠堂常年供奉香火，会加速尸身腐烂，倒不如放在听雨轩的酒窖，更为隐蔽阴凉。不成，接下来一段时间，长渊会歇在听雨轩，这不妥。酒窖身处地下，何况还与主屋有些距离。我以为兄长购买了寒玉关，寒玉关有镇魂安宁之效，兄长长眠在那里，自然是听不见、看不着的。寒玉关，这东西可价值万金呢。一切以大局为重，儿媳自然舍得。寒玉关既已买了，就依你所言。也不知婉晴何时能怀上，还是保存尸身要紧。你呀，要对你嫂子好一些。长渊进爵一事，全靠他父亲林丞相，让丞相记得你的好，说不定你的父亲还能混上个皇商。
这圣旨还未下，母亲就这么肯定夫君能进爵吗？那是自然。婉晴可是都说了，为了这事儿，他父亲可是没少在皇上面前美言。好的，母亲。难怪顾长渊愿将侯府的爵位让给大哥一脉，原是想着一门两爵位。我倒要看看，若无我陆家真金白银打底，单凭林香空口美言，顾长渊，你能否进爵？这听雨轩的饭菜怎么没这么好？将军，这都是小姐自己贴钱买的。既如此，以后听雨轩的膳食标准就按照这个，你们直接去采买双份。你那么有钱，怎么不肯为大嫂买点补品？可是我刚为兄长采买了寒玉冠，又为了将军进爵的事情打点了不少的达官贵人，这手里啊实在没有闲钱了。你为兄长买棺材就罢了，打点贵人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懂什么官场进退？简直是花冤枉钱！我进爵，自有丞相相助，板上钉钉，用不着你画蛇添足。将军所言极是，那一切都听将军的。你笑什么呀？我一听说将军马上就要进爵了，心里啊着实的替将军高兴，所以才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你小姐，这什么人呢？不过小姐放心，昨儿起就按照您的吩咐，不再给那些官员打点。奴婢倒要看看，没了您的画手添足，咱们这位姑爷到时候怎么哭。我交代你的事情，你办得怎么样了？小姐放心，世子昨天已经被送去听雨轩了。虽说酒窖位于地下，但按照您的吩咐，用竹筒和细绳制成了传音筒，到时候只无什么动静，保证酒窖听得清清楚楚。准备一下，今夜就为世子施针。若顺利，他应该很快就可以恢复听觉。若世子真能听见，岂不就知道将军和林婉晴？嘘，小姐，世子爷长得真俊俏。你说是吧？父亲。你是个野丫头，成何体统？有贵客在，还不快快退下！无妨的，伯父，是我们来的太唐突，姑娘有急事奔波。他当时说了什么，我如今记不太清了。可那份于无声中化解窘迫的从容，那份发自内心的平和与尊重，却清晰地烙在了那一刻。我满身泥尘站在光洁厅堂里，自觉狼狈，他却让我觉得这并不算失礼。真是天妒英才，世子体弱多病，本就是短命之相，又被人下毒谋害，妻子和弟弟还做出那种事。西域奇药的药性已经完全浸润此针，定能解这热毒。阿蛮，为世子更衣。啊，小姐要脱世子的衣服，不然呢？不行啊，小姐，奴婢不敢。奴婢一想到世子还活着，就像亵渎他似的，奴婢这手不听使唤。心无杂念，自然无惧。
小姐，奴婢心杂得很。哦，奴婢去为你守门。哎，阿门，这俩人真是的，折腾了这么久。小姐，没事吧？小姐，无妨，扶我回去。婉晴，这禁诀的圣旨至今未下，不会是有什么变故吧？母亲宽心，前些日子还听父亲说，这朝中有70%的官员都举荐了常渊呢。皇上从善如流，此事板上钉钉。啊，那就好。啊，幸好有你父亲。母亲好好准备，为小叔办一场小宴，热闹一番。成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来谢谢你嫂嫂！那边有劳嫂嫂和丞相，费心了。小姐，将军禁诀这事儿，咱们陆家停了所有的动作，但林丞相那边不会真的在帮忙吧？林相不止林婉晴一个女儿，嫡女入宫侍奉皇上，相府与侯府本就应该避嫌，更何况他还有几个儿子，若他真能弄来一个爵位，他岂会便宜了那外人？是啊。给母亲请安。快！婉晴啊，都这么多天了，圣旨怎么还没下呢？都这么多天了，圣旨怎么还没下呢？母亲放心，父亲既没有让人来传话，想必此事不会有变数。可是这圣旨一日未下，我这心就一日难安，总想为夫君做些什么。我愿将我全部的嫁妆全部拿出来，交由嫂嫂打点，也算是助了夫君一臂之力。陆昭宁那些嫁妆，早在他成婚第2日就被我封存在库房了，这个时候动他作甚？弟妹不必如此。这贱人，眼看常渊要进去，知道他没出上力，着急了。行了，这事还轮不到你。母亲，求您让我为夫君做些什么吧，那可是他的前程啊！竟敢拿常渊的前程来压我！罢了，反正常渊禁诀之事也无需额外打点，放在天宇轩，林婉晴也没那个胆子擅自动用。难得你有这份心。行，婉晴啊，你就代为收着吧。是，母亲。小姐，为何把嫁妆给林婉晴？若非如此，荣维院岂肯交出我的嫁妆？可到林婉晴手里，不怕她给用了吗？他不会的，人性如此。林婉晴笃定顾长渊会禁诀，
怎会容许别人锦上添花，抢夺功劳呢？小姐今夜还去为世子施针吗？世子现在能听见吗？习武之人施针1到3次即可，可是世子体弱未曾习武，恐需3日以上。真希望世子早醒早听见，好把这对狗男女捉奸在床才好。这顾长渊竟敢如此糟践我女儿！父亲息怒，都是为父错了。若是当初为你找一个家境相当的，也不会受这样的委屈。父亲也是为了我好，不想我步兄长和长姐的后尘，因着商人子女的身份，被人瞧不起，遭人陷害。这也与家世无关，这天下能守住本心的又有几人？照你这么说，你不介意顾长渊借种的事儿了啊？我不介意他不爱我，但我介意他心口不一，我介意他狂妄自大。更何况，他还想为此羞辱我。他敢！哎，那接下来你作何打算？我打算换一个丈夫，换一个比顾长渊、比钟永侯更能在侯府掌权的人。他这是拿起了那个死人的主意，可他们那层关系怎么可能？陆昭宁这个贱人，眼看着长渊便要进爵了，就想来瓜分我的功劳。哼，我岂能如你所愿？嫂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长渊啊，昭宁为了你进爵一事，执意要将她的嫁妆全都交由我来打理。他竟愿为我倾尽所有，看来他最近对我冷淡，还以为……看来他对我的情谊一直深藏着。只是你也知道，这进爵之事已是板上钉钉，哪还用得着这些东西啊？待圣旨一下，便将他们都还回去吧，免得外人误会你是靠妻子的嫁妆才得的爵位，污了名声。是，还是嫂子想的周到。等到长渊进爵成功，功劳都是我一个人，谁都别想称我。陆昭宁也是够傻的，居然以为有钱就能打点一切，帮顾长渊进爵。长渊，我们安静吧。小姐，要不我们还是一会儿再来吧。唉，世子真是可怜，但也真好看。男人好看有什么用？得中用。小姐，你是说世子他不中用？你想，林婉晴嫁入府中3年，却一无所出。所以，体弱多病的男人是要不得的。定是看错了。小姐说过，世子不通武艺，至少3次施针才能恢复听觉呢，这才第2次。小姐，奴婢去守门。长渊今日进宫了？是呢，听长渊说是为了进爵一事。好，总算定了。哼，你还愣着做甚？
还不过来谢谢你嫂嫂？母亲莫急，等夫君回来，我跟他一同谢过嫂嫂，更好不是吗？将军回府了。方才听嫂嫂说您进爵了。常远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这是怎么了？进爵的事没成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怎么会？不可能！父亲明明与我说过，朝中那些大臣，那些人分明就是见风使舵，不可信。他们还说，一门之主不可有2爵位，皇上也认同。母亲，儿子愧对您的期望。嫂嫂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不是把嫁妆都给你，让你去打点了吗？你不是说万无一失的吗？母亲，我……母亲，此事怪不得嫂嫂，是朝中那些人两面三道，欺人太甚。常远，事已至此，先回去歇着吧。是，母亲。夫君，小姐，你刚才看见他们的脸色了吗？真过瘾，棒呀！兄友弟恭，是因为大家都有肉吃。可是倘若这肉只有1块，顾长渊从云端跌落，希望落空的滋味如何？被你所倚仗之人辜负的滋味又如何？这才只是开始。我们早日安着吧，早生个孩子。只有1个爵位的情况下，嫂嫂那边我就不可再去了。将军糊涂了不是？嫂嫂那边可还没动静呢。什么时候这么大度了？你看我夜夜宿在天宇轩，你不生气吗？难道不想我留下来吗？我自然是希望将军日夜宿在我这儿，可是眼下只有1个爵位，我怎好赶在嫂嫂前头怀生孩子呢？其实，不会吧，将军，该不会是想独自霸占爵位吧？什么霸占？我只是……啊，对，一定不是这样的。像将军这种深明大义的人，一切肯定是以兄长的后代为主，对吧？更何况，现下刚刚得知有1个爵位，将军就急着要宿在我这儿，让相府那边知道，可是要多想的。将军的仕途可不都是靠着相府吗？说得对，不能只顾着爵位的事，还需稳住相府。你早点休息吧。吓死奴婢了，小姐，将军怎么要跟你生孩子呀？因为狼多肉少啊，顾长渊，你的心已经乱了。长渊，你别走！当初嫁你兄长，并非我所愿。我心中从始至终只有你一个人，爵位就1个，我必须得早点生下孩子。我不怕告诉你，其实世子出世，我是有一丝庆幸的，因为我终于能得偿所愿。
能与你做露水夫妻，我已然知足。我真是个坏女人，就让所有都报应在我身上。我爱慕万幸，天意弄人，她成了我嫂嫂。如今兄长病逝，就当是上天垂怜，圆我心愿吧。长渊，嫂嫂，长渊，嫂嫂。体内余毒还未清理干净，运功无济于事，还不能动，需静待时机。早恢复听觉，一知是谁救我，只是不知他为何要让我听见那等事。小姐，奴婢就在外面候着。这个时辰，主屋内都正折腾呢。从明日起，就晚一个时辰再来。是错觉吗？还是他已经有了些许反应？侯爷，侯爷，爵位落空，如今爵位只剩下一个，是留给长孙呢，还是留给长渊呢？自然是给长渊，能撑起咱们顾家门楣的非他莫属。长孙年幼，能顶什么用啊？我们顾家真是命途多舛，恒儿没了，如今爵位又只剩下一个。夫人呐，事已至此，哀叹无用。我呀，是担心婉晴，毕竟是我们促成她与苑儿欢好，又许了长孙爵位，现在反悔，若林相闹僵起来，闹？哼，他凭什么闹？这种阿杂之事，他有什么脸闹？只是这恒儿的尸身，恐怕放不长久了。下个月我生辰，借机宣布恒儿死讯。万一这期间婉晴要再有，岂非横生枝节？不如在他的饮食里放些避子药。那就按夫人说的办。管家，你去告诉长渊，让他少去听雨轩，多在兰苑留宿。是，侯爷。小姐，不好了，侯爷他……好一招过河拆桥，高门显贵，皮囊之下尽是些魑魅魍魉。小姐已经不想和将军做夫妻了，侯爷却让她宿在兰苑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无妨，有人啊比我们更着急。小姐是说林婉晴？去吧。是，奴婢这就把消息散布出去。论容貌，她无疑是极美的，甚至比婉清更是。但她总能让我想起当初为着10万金被逼娶她的屈辱。将军，
别看账本了，今夜无论如何，我们也该圆了。我还有一点账本没对完。比起账本，我觉得你更应该好好侍奉你的丈夫。你放开我！将军，小姐她……放肆！本将军在与夫人安置，你进来做甚？出去候着。可是……今夜无论如何都要把房给圆了，谁都别想阻拦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将军，我家夫人病得厉害，请您去看一眼吧。小姐，还好是赶上了。您别说，还得是林婉晴。对啊，她也算是救了我吧。距离宫爹的寿宴还有月余，今晚能躲过圆房，明晚呢，还是得想一个一劳永逸的法子。昭宁，你好多日子都没来了。这就是来给祖母赔罪的。这是……我呀，过来给祖母您施疾。老婆子我硬朗得很，哪里用你来施疾呢？趁年轻，你和长渊赶紧生个孩子才是正事儿。祖母不喜欢张宁陪着吗？说的哪里的话，府里就你和恒儿还操心我老婆子，我巴不得你天天来呢。哈，不是小夫妻俩出问题了呀？也罢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吧。祖母这儿永远有你的地方。小姐，老夫人太欺负人了。何事这么慌？方才徐嬷嬷来传话说，东家那几家亏损的铺子都划给您了，还说把侯爷的寿宴也交给您打理。铺子的事倒是无妨，寿宴也由我操办。是啊，小姐，可不就是不想出银子逮着您薅吗？没有，这是件好事。啊？侯爷不是打算在寿宴上宣布世子的死讯吗？是啊。既然要宣布死讯，那不如由我来安排一个更大的消息。所以，这寿宴是天大的好事。啊？届时必是一出好戏。二夫人这份孝心，连侯爷都比不上。自她来后，老太太脸上的笑容也多了。好孩子，先起来。祖母有要紧话同你讲。祖母，这是……收好了，这令牌能调遣一队人马供你差使。祖母出身将门，10年前母族因大案被抄，唯有她这外嫁女得以幸免。这令牌想来是祖母放生的。他们是苦命人，我偷偷养着，如今我怕活不久了，
就托付于你，若养不起，就遣散了。祖母是想让这些人护着我，真养不起，直接遣散就是，犯不着交到我手上。祖母，您切莫这么讲，在昭宁心里，盼着您长命百岁呢。不过您放心，这群人我会替您照看好。好孩子，这是侯府还你的，你操持铺子辛苦，却不受重视。二夫人，侯爷可没少打着令牌的主意，老太太谎称都遣散了，侯爷这才死心。二夫人，老太太是真心对您的。昭宁感恩祖母招福。祖母，不知到底有多少人，我好让阿蛮给他们安排一些活计。陆家那些铺子需要人手，养几个人还是没问题的。不多，500精锐。多少？500？还是精锐？侯府的精锐也不过50人，老太太居然暗中养着500个。你来西院做什么？我来市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想让祖母跟你做出更无缘夫妇，我告诉你，越是这样逼我，只会越厌恶。将军想的未免太多了。你，将军不可！阿蛮，什么东西也敢拦着我？该死的！不行，绝不能让小姐挨欺负！你住手！我真的是来市集的。你不就是小圆房吗？今晚就成全。住手！祖母现在就在房里休息呢。别跟我耍花样，现在跟我回去。将军，现在可清醒了。若是还不清醒，不妨去问问府医，祖母现在病情如何？还是说，在你心中，祖母的身体都不如圆房重要？就算是这样，轮得到你来为祖母施疾吗？你懂药理吗？你知道如何侍奉好祖母吗？这些我都不懂，林婉晴就懂了。她当然懂了，嫂子最善医术，我明日让她配几副药来。我家小姐可是薛林薛氏一唯一弟子。你怎么可能是薛神医的弟子啊？大国手薛礼，曾经的太医院首席，其自创的薛门13针独步天下。他归隐后，连皇上的面子都不给。陆兆宁怎么可能是薛灵的徒弟？夫人，二夫人搬去西院了。要么就是欲擒故纵，要么就是讨老太太欢心吧。哼，昨夜我略施小计装了场病，常渊立刻就抛下他，心急火燎的来守着我，他能不着急？二夫人真傻，这老太太呀，早就失了势，如今自身难保呢。西院那边不足为惧，常渊是不会听那个老太婆的话，跟陆昭宁同房的。把这些菜都撤下去，倒干净。夫人，这婢子要的饭菜能撤换，可是将军若是不来，您一个人怎么能怀上？备些暖情香。常渊本就倾心于我，他的身体更是无法抗拒，不可能忍住不来。嫂嫂，嫂嫂最近休息可好？身体如何？好多了，昨夜多亏你了。嫂嫂，您可知薛林薛神医？当然，
薛神医乃我辈楷模，不瞒你说，我少时曾一度想要拜入薛神医的门下，可惜他老人家不收徒了。不收徒，那便是没有亲传弟子。非也，听说他有一位关门弟子倾囊相授。关门弟子是男是女？我只听说是一位天赋卓越的小公子。果然，阿曼那个贱婢竟敢编造谎言骗我！好啦，别再想那些不相干的人了，我给你按头。都这个时辰了，他们还真是精力旺盛。他果然能听见。世子，无意冒犯，我也只是为了帮你施针解毒。至于那些声音，是为了刺激你早日醒来。进来吧。从今日起，世子的3餐饮食、日常清理皆由你负责，务必要仔细一些。若有任何异常，立即来报，明白吗？喂他吃点东西。住手！我来吧。你那样是会呛死他的，要这样一小口一小口，慢慢的喂，知道了吗？交给你了。醒了，世子竟然醒了，必须立刻告知阿夫人。不要声张，否则你的主人会被牵连致死。世子既然醒了，为什么不告诉侯爷他们？这粥尚可。
小姐，你先泡着，奴婢去把小厨房新晒的玉梅花瓣拿来。好。抓刺客！有刺客！抓刺客！有刺客！刺客！别喊！血腥味！小姐，有刺客，你没事吧？让他走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在哪儿？小姐，有刺客！你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没受伤吧？方才你就这么喊，不怕他伤你？他不会，他刀尖对准的位置不是我的要害，不至于要鲁的命。身上有血腥味，他胳膊受了伤，没有准头。若让阿满走了，我独自留下，后果才难料。您太冒险了。但我总觉得他有点熟悉。去天宇轩。你去门口守着。世子可有醒来？不要声张，否则你的主人会被牵连致死。那刺客手臂有伤。根据脉象，他并未完全恢复，不可能醒来，除非他武功盖世，能用内力强行改变自身脉象，伪装出病态。务必好好照看世子。小姐，世子出什么事儿了？他很好，而且他已经醒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世子已经……那为什么我……顾恒或许比我所想的还要深不可测。戳穿他的伪装与我无异，现下我只需做好一个被侯府亏欠的受害者，以及他的救命恩人。至于他想做什么，与我无关。记住，侯府水深，装作糊涂方能保命。是，小姐。这几天交过来的铺子，上面果然有问题。啊？怎么了？光是近2年来，就有接近1万两的银元被做空。1万两？那肯定是被老夫人挪用了。他执掌侯府中的中馈大权，账目也由他一手把控。确实是有可能监守自盗。我让你查的事情有结果了吗？查到了。荣家小公子好赌，输掉几10万。老夫人娘家幺弟在南边做生意，去年上税100万升了官，一查全是烂账，肯定有猫腻。荣家每年俸禄才3000两，这么大的缺口，肯定是老夫人补贴的。以他的提及钱，定是补缺不上的，但他还有别的。难道是您的嫁妆？老夫人她用您的嫁妆补贴她娘家，怪不得她一直封存嫁妆不归还，她也太不要脸了。这事儿要查个明明白白，还要让对方无法反驳，肯定不是1、2天能解决的。但眼前倒是要物尽其用。怎么用？拿这事儿换个中馈大权，
不亏。钟馗，可那是主母的权利啊。军饷还没到，这都迟了5天了。将士们心中早有怨言，这样下去，让我如何安抚？将军，那户部小的去了3次了，每次去他们都说等等等等再等等，您是没看见有多敷衍？不应该啊！看在丞相的份上，户部也不敢这样待嘛。将军，夫人她自尽了。什么？嫂嫂，别救我了，我没有，我怀不上孩子。那些饭菜里放了避子药，我这些日子不敢碰它，就是怕要伤了他身子。是我没有，若能靠战功进爵，父亲他们何须出此下策？嫂嫂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常渊，当初嫁你兄长非我个人所愿，这一次求求你，你就让我听从自己的心一次吧。兄长从小到大什么都比我强，可他的妻子心中的人竟然一直是我。这些天，我想到了个好法子，是两全其美的法子。什么？小姐，昨晚连婉晴又闹自杀，这种事儿只有将军会信。那边的事情我不关心，这个账目你去对照清楚，婆母吞下的钱，我要算得明明白白。是。小姐，将军不知道跟老太太说了什么，老太太气晕了。去主，老夫人，你快醒醒！祖母，老夫人醒醒啊！祖母，祖母如何了？恒儿没了。他们瞒着我恒儿的死讯。祖母，您放宽心，还唆使常渊干那种丑事儿。我不想看到他。关门。不是。恒儿，服下。阿满。对了，嬷嬷，您帮祖母按压一下这个穴位，这里。阿满，我们出去。祖母，有我呢。祖母她怎么样了？出去说。何故告知祖母兄长已逝？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想让嫂子转房。借种就够了，转房？兄死弟收嫂，这在乡间都备受争议，他竟敢提出来，难怪祖母会气得当场冤决。此事，父亲他们也同意吗？当然了。好，
既然你们已经做了这个主，何故还要去刺激祖母？祖母还有一个儿子，英勇战死沙场，皇上曾亲口答应祖母，给他一道空白圣旨。你们想以祖母儿子的战功去皇上那里请旨，换取你跟李婉晴的婚事？他这是在恶心祖母，也对不起那战死的英雄。有何不可？左右祖母年纪已大，本就无所求，这样也是为了兄长。我若娶了嫂嫂，兄长在九泉之下也可安心。最重要的是，有我是两全其美，既能承袭侯府爵位，又能不辜负嫂嫂。那嫂嫂就甘愿做妾，一辈子屈于我之下，还是说你想休了我，让给他做正妻之位？别胡说，我怎会休妾？至于什么妾不妾的，你就这么在意吗？嫂嫂可没说过她要跟你争正妻的位置。那也得她有资格争才是。赵宁，你是我的妻子，这一点不会改变。祖母身体也有好转，你早日搬回兰苑，我们早日圆房，这样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了。又是圆房，得先稳住顾长渊，熬到寿宴才能摆脱他。好，那一切都依将军的。这就对了。祖母喜欢你，你帮我多劝劝她。若是祖母答应了去请旨，你父亲想当皇商的事情，我一定全力相助。好，那多谢将军了。别忘了，早日回兰苑。我去给祖母示警。小姐，您当真要去劝老夫人去求旨成全那对狗男女？子之矛，亦或可成为我之盾。谁？小雅，不是你呀，吓死我了！你来干什么？小姐，世子要见你。小姐，世子要见你。小姐，这世子愿意露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行动了？那对狗男女，走吧。哼。见过兄长。弟妹，无需多礼。大恩不言谢，弟妹有何求，我定竭力报答。嗓音温和动听，行礼也是这般好看。那时他代表顾长渊去提亲，我便想，世子如此平易近人，端方守礼，侯府的门风定然清正，顾长渊总归不会差到哪里去。事实证明，龙生九子，果然各有不同。兄长此话太见外了，你能够醒来，我已经十分高兴。既然如此，弟妹是无所求了。不，我有所求。若是我要兄长娶我呢？我要兄长娶我呢？使君有妇，罗夫有夫，弟妹这等要求，恕难从命。看来此事急不得，不能把世子逼急了。兄长，我开玩笑的。有些玩笑开不得。其实我想要的只有夫君的心，希望世子成全。夫君他心愿嫂嫂，我希望世子能够带嫂嫂离开侯府，从此远走高飞。弟妹慎言。这就听不下去了。兄长不是才说要报答我，可是只有嫂嫂离开长渊，他才会真心待我。我所求的仅此而已。
听起来你很喜欢常渊。那是自然，我对常渊……弟妹有所不知，我曾任职刑部。你确定要在我面前说谎吗？如果你真的喜欢常渊，你就不会搬到西院去。他怎么知道的？既然你救了我的性命，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，我定竭尽全力报答。但你须得说实话。我想要世子夫人的位置。我想要世子夫人的位置。你不救我，也能如愿的。长子去世，次子继承世子之位，名正言顺，他根本不必费此周章。我救你，一是依者仁心，二是夫君喜欢嫂子，这是实话。即便我成了世子夫人，他也早晚将我休弃。只有你带嫂嫂远走高飞，我才能高枕无忧。你如何确定我一定会离开？无妨，离寿宴还有几天，望兄长好生考虑。他的言行有矛盾，想必他真正所求并非如此。小姐，世子有说什么吗？那对狗男女……此事他心中有数，我们要做的只有等。世子谨慎，我所图不能一蹴而就。世子不简单，否则不会苏醒后不着急出现在众人面前，而是私下见我。小姐，荣月又来催铺子的账了。今日公爹跟常渊休沐。是啊。把我那嫁妆礼单找出来。是。趁着今日人齐，是时候算一算这笔账。这转房一事，常渊和你说了？是。那老太太那边就交给你，务必说服她去向皇上请旨赐婚。我也知道此事荒唐，只有圣上赐婚才能成。好。父亲，听说夫君所在的西大营这个月的军饷还未发。你说这是做甚？我也是担心你，想为你做点什么。常渊，是真的。想来户部也并非有意疏忽，各个营的军饷都要发，总有个顺序。但是儿媳听说，若是能让户部留意这个发放顺序啊，或许能够排在前头。你是想说花钱讨好？真是愚蠢之极！那户部尚书清正廉洁，给他送礼等于送死。父亲英明，但儿媳有一副李念庭的遗作，这李念庭正是尚书夫人的祖父，他们祖孙情深，此话定能打动尚书夫人。送礼应有道，若是这个迂回战术，或可一试。画呢？马上取来。这画就在儿媳的嫁妆里。你的嫁妆啊？李念庭的沧海图，尚书夫人曾多次花重金求。为了夫君的前程，儿媳愿意献上此画。好，那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将画取来。哎，等等！啊，侯爷，录用儿媳的嫁妆，这传出去怕是不妥。母亲多虑了，此画可以由儿媳送出，这是夫人之间的交情，不会落下画柄的。是我误会他了，他竟这般替我着想。好，哎呀，既如此，那咱们一同前去，速速将画找到。奏闻夫人，这是大事，走走走。父亲，母亲，这是
沧海图在哪儿？好像是那个箱子。好像。我有点记不大清了，也好像那个。或者……来人，把这个箱子给我打开。是。将军，我的嫁妆。走，出去说。花呢？花呢？回父亲，赵宁的嫁妆都被偷了，箱子里只剩下赝品和杂物。你说什么？常渊，你确定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没有找到沧海图，那些金银珠宝首饰都被换成了赝品。赝品？怎么会这样？求父亲为儿媳做主。你先起来。你掌管内院，此事你来处理。我和嫂嫂商量过，那些珠宝再到听雨轩之后，我们就未曾打开，封条都未拆，故此一定是在此之前就遭窃了。母亲，这贼人定是在你的荣威院。还好有常玉为我作证。净想着林婉晴，直接把嫌疑归到了荣威院了，真是个大孝子。常渊说的有理，不过要查不能只查荣威院，婉晴的院子也要查。死老太婆，竟然把脏水泼我身上！那些东西儿媳从未碰过。弟妹，你确定嫁妆被盗，还是本身就是赝品？你从未动过？这嫁妆我都说了是为了打点夫君进爵的事情，难怪进爵没成。嫂嫂，你怎可如此不上心呢？贱人，这都扯到哪儿了？现在说的是赝品的事。昭宁，你嫂嫂说的也有理，那么多件嫁妆，你确定件件都是真品？想是掺了假的，弟妹难道不清楚？不如回去问问陆老爷。老爷，陆老爷就在前厅。好。哪来的心情喝茶呀？滚！您消消气，侯爷马上就到。陆小天怎么来了？侯爷许久不见，身体可好啊？亲家怎么来了？父亲，乖女儿，你派人来说嫁妆丢了是怎么回事啊？陆昭宁居然跑去娘家搬救兵，还真小瞧了他。昭宁，就这么点小事，犯不着如此兴师动众。你是觉得侯府给你做不了主，还劳烦你父亲跑一趟？赝品，那些嫁妆全被换成赝品了。什么？侯爷，这侯府闹了贼，这可是大事儿啊，得报官。用不着报官，本侯自会查明。侯爷，我也相信您定能抓住这贼人。嫁妆不多，没了那也就没了，但是这口恶气得报了。这胆大的贼人竟敢在侯府偷盗，定要抽他的筋，扒他的皮。此事还没有定论。是啊，陆老爷，
我们刚才正商量此事呢，会不会弟妹嫁妆没有丢，本身就是赝品呢？说的是啊，真有这个可能啊！侯爷，咱们这就去九真阁，再去说话斋。他娘的！老子购买时的票据凭证都在这，找他们去！竟敢卖我假货，我弄死他们！亲家，九真阁可都是皇商铺子，到时候必然会闹到官府。给我站住！欺负到我头上来！亲家，何必动怒啊？侯爷，您为人正直，但那小人防不胜防。我这就去，票据凭证都在这儿，他赖不掉。买的时候可能是真的，那装箱的时候换成假的了。哎呀，婉清，住口！还嫌不够乱？陆啸天就是个泼皮，到时候真闹到官府，侯府就丢了大脸了。侯爷，您别拦着我，他戏弄我也就算了，他竟敢不把侯府放在眼里。哼，我都说了，我女儿要嫁进侯府，他还敢卖我赝品？哎，亲家，你冷静。本侯认可你的这些嫁妆都是真品，所以侯府定会查明，查出是谁偷的。父亲，您消消火。天杀的贼人！我咒他家破人亡，不得好死！岳丈，您先回府吧。这嫁妆的事情，我定会查明。贤婿，你真是心疼我呀！哈哈，我好着呢。哎呀，要我说，这事儿简单。这偷嫁妆的贼，定在这经手人之中。父亲，经手人是婆母和嫂嫂。我断不可能挪用儿媳嫁妆。也不是我。婉清，你好好想想，这嫁妆到了你听雨轩，有无他人接近啊？对啊，儿媳拿性命担保，嫁妆进了库房，从未有人碰过。那就是说，这嫁妆是进听雨轩之前就已经丢了？断不可能！我荣威院库房把守森严，无人能靠近。那是嫂嫂。常渊，你信我。母亲向来节俭，嫂嫂性情高洁，他们都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，一定是下人所为。侯爷，我定会查清的。哎呀，这本就有嫌疑的人来查，能查得明白吗？这您适可而止，怎可怀疑我母亲的清白呢？夫君，你若真的为母亲着想，就该让母亲避嫌才是。还是说你只信任母亲，却不信任嫂嫂？我当然没有啊！昭宁，你自己查。那么大一笔钱，也是侯府的损失。父亲，后宅由母亲掌握，嫂嫂也在，我怎好排到他们前头呢？哎，说的有道理。这出师得有名啊，这就像出兵打仗，那皇上得任命元帅，那才能号令啊。的确，不给实权指派任务，其他人怎会配合？更何况陆啸天这老匹夫还在，处理不好，定要传闻侯府侵夺儿媳嫁妆。好，即日起，由昭宁执掌钟馗。侯爷，就这么定了。父亲今日好生威风，今日若只有我一人，侯府定会粉饰太平，甚至反咬我拿过来的就是赝品。有父亲施压，公爹怕事情闹大，才得以顺利解决。那是，我若不来，还当我陆家没人了呢。父亲，世子已经醒了。这么快？那你接下来作何打算？世子同意那事儿了吗？
要不还是算了吧。这宫中的大臣娶正妻，都不会选商户之女的，更何况是堂堂的世子。顾恒此人心思深沉，绝非一语之辈，让他做我女婿，还真有些受不起。此事我自有打算。总之，拿下钟馗大权，以后做事要方便些。嫁妆一事目前尚无实证，我只有先将钟馗大权握在手，才能护好余下的嫁妆，并便于追查婆母偷盗的证据。再者，安排寿宴也不会受到掣肘。至于那些丢失的嫁妆，早晚要他们双倍偿还。我要离开皇城几日，如有急事，飞鸽传书。可是因为大哥的事，我能否做些什么？别忘了你许下的誓言。发誓！你给我发誓，这辈子都不调查你哥的事儿，更不能为他报仇，否则我必不好死。我发誓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调查我哥的事情，也不会替他报仇。别忘了你发过的誓言。我知道了，父亲。当初我发毒誓的同时，也求了上苍，要报应就报应在我陆昭宁身上。当初嫁入侯府，一为挣脱商贾枷锁，二因不厌烦顾长渊，愿试着做夫妻，其三便是为了蒙冤的大哥枉死的长姐，所以我必须留在侯府。世子夫人之命，我必得之。只有手握权柄，方能不为人鱼肉。那些东西定是母亲所留，过手的只有我和他。他想引祸水给我，又贪又坏的东西，出了事就想让我背锅。夫人，我这就去叫府医。站住！不能叫府医，去，偷偷去外面找个大夫来。难道夫人是有了？恭喜夫人，这是喜脉。成了，终于成了，寿运在即，这孩儿来的正是时候。太好了，夫人！有了这个遗腹子，再进行转发，便是顺理成章。陆昭宁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这件事要保密。是，夫人。兄长，嫂嫂她有孕了。是吗？毕竟是长渊的亲骨肉，也是您的亲侄子，您一定会将他视如己出的，对吧？但若是嫂嫂知道你还活着，恐怕是会想方设法的打掉那个孩子。钟馗大权不是已经在你手上了吗？怎么还怕林婉晴抢了你世子夫人的位置不成？夫君他心系嫂嫂，我不敢赌。
不敢？我看你敢得很，威胁起我来，不是一套一套的吗？从你救我那一刻开始，你就在赌我会不会休了林婉清，该娶你。既然说开了，我也无需再隐瞒。兄长说的没错，我是在赌，而且是孤注一掷。你身为常渊的妻子，就不该有些旁的心思。在侯府，容不下你这样朝秦暮楚之人。侯府容不下我，就容得下林婉晴吗？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你不该因为他人而误入歧途。我从头到尾想要的只有世子夫人之位，顾长渊给不了我。在兄长看来，我是误入歧途，对我来说，我却是迷途知返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兄长你才是我的正道。兄长并非女子，不懂女子处世之艰辛，尤其是像我这种出身的人，哪怕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也会被羞弃。李婉晴与我一样，同为女子，却欺我辱我，将我逼至毫无退路。林婉晴阻你，那就推开她，不要因为她而葬送自己的人生。那兄长当日随宫殿上门提亲，为何不告诉我？我的夫君他不喜欢我，他已经心有所属。你现在说这些，是否以为时已晚呢？我的人生，在我嫁给顾长渊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被葬送。夫君出征2年，我日日等他归来，独守空房也无怨。婆母不喜我，百般刁难，我亦忍了。本想等他归来，能有个依靠，能够夫妻恩爱有加。可他呢，却与李婉晴夜夜缠绵床榻，我就该只能放声悲哭吗？陆氏，终究是我侯府负了你。即使有负于我，更应该补偿，不是吗？补偿也好，报答也罢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但唯独不能娶你。世子，当真要如此无情吗？是，比起我，至少常渊他对你有情，嫁与我，你照样要夜夜独守空房，甚至更甚。这岂是你想要的？可我甚至都不奢望你的情，我只是想要世子夫人的位置而已。顾长渊给不了我，你也不愿给我。本来就是我的痴人说梦罢了，也该醒了。世子，万夫。我方才的话过分了吗？但若非如此，他又如何能放弃那荒唐的念头？小姐，怎么会这般麻烦？奴婢以为您救了世子，他就会什么都答应您。
傻丫头，你还小，这世间的事情哪有那么简单的？你今天晚上不必守夜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是，小姐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晚上你无论听到任何声音，都要装作没有听到，继续装睡即可，懂吗？奴婢明白了。求人不如求己。再等等，他一定会来，必须来。陆氏，你想求死？兄长，哪怕救了我一次，救不了我第二次、第三次。糊涂，求人不如自救。侯府世子夫人，不是你想的那般好。侯府不应该成为你的牢笼。若你对长渊失望至极，便合理。侯府会给你补偿的。合理？我灰溜溜的离开，成全那对狗男女吗？不可能。不合理，也不离开侯府。兄长，求你渡我。我说过，我会孤注一掷，包括我的命。你自己的命，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珍惜的话，没人会善待你。陆氏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把戏，请你给你自己留最后一丝体面。既然如此，那世子就帮我在寿宴上活过来，好吗？好。现在可以松手了吗？小姐，小姐，您何必做到这一步？很痛吧？成总算没有白费这番心血。苦肉计也要懂得分寸，绝不能真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。祖母郁气已散，瞧着气色好多了。都是你的功劳。你脸色怎如此差？昨晚没歇息好吗？是有一些。祖母不会为他们求取赐婚圣旨。长渊现在是被猪油蒙了心，以后会知道你的好。什么东西掉了？昭宁，你……祖母，我身子不适，先回去休息了。等等，恒儿的玉佩，从不离身的贴身之物，怎会在你处？祖母，是我的错，是我骗了您。兄长，他没死。你说什么？恒儿还活着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长渊不是说他已经……祖母，兄长他是中毒假死，当时情况紧急，但是因为男女有别，我去为他宽衣诊治，
我不得不让婆母将她移至酒窖。我日夜为她施针，如今她已经醒了。好，祖母不怪你，不怪你，你做得对。恒儿她现在还在酒窖，是，带我去看她，现在就去。祖母，现在就去。祖母万万不可。兄长现下虽已醒来，可是他的身体还未痊愈，何况他有他的顾虑。顾虑？恒儿一醒的事儿，府里人还没人知道。是。这是恒儿的意思？是。祖母不觉得兄长中毒之事颇为蹊跷吗？想来兄长也是担心被有心之人再次加害。你这么说，确实要谨慎了。哎呀，快，我光顾高兴了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孩子，你是恒儿的恩人，也是侯府的恩人。祖母，有一事我还未讲。兄长他醒来，便已知晓夫君与嫂嫂的事情。一个是他亲弟弟，一个是他妻子，他知道心里有多难过呀。我也曾宽慰了他，可是他什么都不讲，我也不知道他想的什么。而且他昨日还让我与夫君和离。恒儿，他劝你和离？莫非恒儿对他起了心思，在妻子的背叛刺激下，遇上昭宁这样温柔良善的，救命之恩，夜夜相处，还有是真是难免的肌肤之亲，那玉佩……昭宁，这玉佩是恒儿给你的？祖母误会了，不是，是我从兄长身上偷拽下来的，我今夜便给他还回去。昭宁撒谎了，既偷赚下来，又要还回去，自相矛盾了。恒儿从小就招女孩喜欢，若非她愿意，女子健身都难，何况被拽下贴身玉佩？这玉佩定是恒儿主动解下，赠与她的。昭宁，恒儿劝你和离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虽是商贾之女，也懂从一而终的道理，哪怕他负了你。夫君对嫂嫂的情谊，我一早便知道，但我有什么资格说什么呢？你是正妻，怎么没有资格？我也是与夫君讲过的，可是夫君说我若不同意，他便休了我。荒唐！转房若只是常渊单方面想，是不可能的。连婉晴必然在背后有推动，昭宁真是可怜。孩子，你觉得恒儿怎么样？兄长经才绝学，若非体弱多病，定能有一番更大的建树。祖母不是问这个，祖母是想问你，愿不愿意改嫁于他？祖母，这哪里使得？莫怕，在祖母面前直言便是。你愿意不愿意恒儿成为你丈夫？祖母不瞒你，皇上欠我一份大人情。林婉晴想改嫁长渊，他们让我求皇上圣旨，我不愿。但是这份人情揣怀，遭人惦记，
不如早用，想想皇上的人情，换个惊天动地大愿望，岂不正好？万万没想到，祖母竟然也生着反骨。恒儿命苦，鲜少遇见真心喜爱之人。他现在遇见真心喜爱的女子，祖母岂不是要成全他？祖母问你一句，你可愿意？不过祖母放心，我对兄长并无男女之情，但我知道梁国需要他，我今后也会尽心尽力地辅助他，让他多为朝廷效力，令百姓都安居乐业。好孩子，有你在恒儿跟前陪伴，祖母就放心了。祖母这就进宫去。哎，祖母还没有问过兄长的意思。你手里的东西还不清楚吗？去得晚了，怕你后悔。李嬷嬷在更衣。相比长渊恬不知耻的让我去求转房圣旨，我更愿意成全恒儿。老夫人急冲冲入宫见朕，竟是为了顾恒求一道赐婚圣旨。他想那一门知心人照顾，倒也是好事，只不过纳妾而已，也不必特意求朕下旨吧。不是纳妾，是娶正妻。什么？荒谬！顾恒不是已有正妻吗？恳求皇上成全。究竟何事？不说清，朕如何下旨？求皇上成全。罢了，侯府的家事，朕不过问。只不过你确定你要用朕允你的遗愿，用在这件事上？老身想得很清楚。好，来人，拟旨。是。顾恒是国之栋梁，换个妻子而已，又不是要朕的同意，有何不可？对了，顾恒想要娶哪家女子？谢皇上隆恩。皇上，他顾恒竟要娶一个商贾之女，竟还是他弟媳。朕就说，侯府这老太太怎会用帝王一诺交换一件小事？顾恒向来守礼有分寸，居然做出夺嫡妻的事情。皇上，现在若是追老太太的话，应当来得及。住口！朕金口玉言，岂能反悔？罢了，顾恒体弱短命，难得求个女人，要扶他。祖母，听说您今日入宫求旨，孙儿多谢祖母成全。孙儿就知道您最疼孙儿了。祖母，皇上何时下旨？哼，当然是等你父亲公开恒儿的死讯后，否则还能叫转房吗？是，是，孙儿糊涂。昭宁，你出来。你走吧，我这儿有昭宁侍奉就够了。祖母真是糊涂了，
之前不是还催着我和赵宁早日生子，这会儿怎么还拦着？那好吧。祖母，您好生休息，记得用药。孙儿先行告退。其实呀，圣旨就在祖母手里呢。长渊和你和离后，再寻机拿出来，把你和恒儿的事定下来。还是祖母考虑的周到。你几时和离？可想好了？此事毕竟关系侯府颜面，寿宴之前不可在节外生枝，一切不如等寿宴过后可好？那好，随你。其实我对祖母很是愧疚，实话并不等于实情。我故意隐瞒关键，让祖母会错意，求了这道圣旨。可若是世子愿娶我，我何至被逼到这个份上？我唯一对不起的，就是祖母。你将这个交给世子，就说物归原主。是。世子如何说？哑巴比划说，世子说了句多谢小姐呢。谢我？祖母今日入宫了。将军，都这么晚了，小姐已经睡下了，你不能进。怎么办？老太太先日去府外和齐叔公一家小聚，西园只有我和小姐。将军，这么晚了有何事？婉清近来总推说身子不便，不让我亲近。赵宁既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与我圆房是天经地义。小姐，开门！小姐，赵宁，今晚我们圆房吧，好好等你。我最近太忙了，没有照顾好你，今天我们就圆房。小姐，小姐，开门！小姐，将军，不能这样，将军！赵宁，你好香啊！你敢打我？我是你的夫君，难道你不想吗？这不是兰月，枕下没有防身匕首，难道今夜当真命该如此吗？夫君，怎么会呢？顾恒，陆兆宁，你疯了！陆兆宁，你竟敢！还不打算松手？他晕过去了。谢过兄长。你打算与他和离吗？兄长又想劝我离开侯府吗？既无此打算，那你刚刚为何不愿与他？夫妻之间同房，也是不能勉强的，不是吗？
兄长为何出现在此？想找祖母问点事，碰巧听到了此屋有点动静。若他见到祖母赐婚圣旨的事情，岂不是露馅了？幸好祖母今夜不在府上。兄长，你答应过我的，寿宴之前不会活着出现。我改日再来。他若是知道真相，定会恨透了我。在我和顾长渊、林婉清的恩怨里，世子是最无辜的，可他承受的背叛和伤害却是最多的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无妨。你方才也在门外吗？奴婢撞不开门，然后世子就突然出现。说来也奇怪，世子体弱，居然一下子就把门踹开了。跟进来时，见顾长渊倒地，世子与小姐抱在一起，我不敢打扰，偷偷又把门给带上了。先赶紧把他弄去兰院吧。是。无耻之徒，下回绝不能再让你靠近小姐。把这个放后院，轻一点。将军，叫什么将军？叫夫君。还有，昨夜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为何不肯游园吧？你不回兰院，我都来西院找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？我本就说过，最近事务繁忙，我刚接手钟馗，还要调查嫁妆失窃，还有父亲的寿宴，实在是忙不过来。而且你昨夜那样吓到我了。昨天我也是喝多了，确实是他，连怎么回去的都忘了。不过夫君放心，明日寿宴结束后，我就搬回兰园。好。昨夜是我心急了，没有顾及到你是初次。将军，快回军营去吧。好，祖母不在家，晚上我早些回来，陪你用晚膳。种猪发情不成？回去待我跟你细说。将军在府外被醉汉纠缠，闹进了官府，一时半刻也无法回来了。我知道。小姐安排的当真紧实。赐婚圣旨一事，我还是过意不去，或许可以试着与他开诚布公。我去趟酒窖。世子呢？让开！这是离开侯府了吗？是暂时离开，还是永远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从刚开始就心神不宁的。寿宴前夕，兄长去了哪儿呢？奴婢不知。世子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明日那场戏，顾恒要是不在，我怎么唱得下去？快派人去寻他，务必要把他找到。奴婢这就去。我竟从未深究过顾恒想要什么。如果他真的万念俱灰，无意留下呢？他或许只是表面上看着云淡风轻，我强迫他听的那些阿杂事，可能早就击碎了他。你找我？如此深夜，他衣着整齐的从外面回来，去何处？他不怕行踪暴露吗？他因何如此不安？我恨顾长渊利用我，如今我对顾恒又何尝不是利用？我很抱歉。小姐，抱歉什么？没什么，这些日子感谢兄长，我会用余生来报答兄长的。我发誓，只会利用你这一次，欠你的我会还。夜已深，召您告退了。大哥和长姐的事是我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儿，还有顾长渊，
若是计划推迟1日，我就得继续忍受他1日。所以落子无悔，我早已没有退路，更不能与他严明半分。里面请。世子夫人真的是大家风范，侯府幸有世子夫人操持啊！明明是我家小姐累死累活操持的寿宴，到头来却让那林婉晴在人前揽尽功劳。今日辛苦，将军也辛苦，能让林婉晴怀上，你也是劳苦功高。为何又换我将军？外面人多，今夜就搬回兰苑吧。这些日子，我看到了他的变化，他变得温婉得体，知道该怎么做高门贵妇了。我清楚他的改变，都是为了我。丞相到，这就是丞相。父亲，哎呀，真气派！林相啊，丞相，欢迎欢迎！侯爷盛宴，谁敢不来呀？我倒是佩服你，儿子死了还能笑得出来。请坐，请坐。陆老爷到。亲家公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呐！七叔公、七叔婆，老太太到。哎呀，七叔公，终于来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李大人，别走啊！哎，你欠我那300两的债，何时还我呀？哎呦，这不是陈大人吗？哎呀，令郎的赌债，今日好像到期了呀。犬子做的事，我是一概不知。哎呀，别拘束，你别拘束，错人了。哎，好吃好喝，好吃好喝。今日这个时候，怎好让父亲的病可难堪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怎么不见仲卿啊？哎呦，七叔公，您有所不知，这孩子最近病得厉害，我这次大办寿宴，也是希望给他冲冲喜。哎，您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祖母，叔公，祖母，长渊，你可得让你爹和娘早点抱孙子。哎呀，长幼有序，这老大家的媳妇儿还没揣上孩子呢，怎么就催起老二家的媳妇儿了？诸位，感谢诸位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谁呀？出什么事了？好了，怎么慌慌张张的？慌什么？世子薨了！这也太突然了！消息是真的吗？世子怎会？他分明今早还……我的儿啊！这世子好好的，怎么就轰了？诸位，突发此事，请容许我们先行离开。家兄之事，一会儿定向大家有个交代。嫂嫂，仔细些。暗示。世子真的没了？这也太突然了。哎，正常，这世子本就多病，这些年都靠药材续命，其实早已油尽灯枯了。诸位，请府医确认，
我恒儿确实红了。侯爷节哀。诸位抱歉，今日本是家父寿宴，奈何兄长，还请各位体谅。恒儿真的没了。其实我们早有准备，我恒儿受病痛折磨多年，如今也算是解脱了。老姐姐，你可得挺住。父亲，妾身来陪你了。快拦住他！夫人，你让我死吧，让我死吧！父亲不在了，我心疼毒火。这反应，莫非是怀上了？不要啊，夫人！您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要为这腹中的孩儿着想啊！这可是世子唯一的血脉啊！婉琪，你有身孕了。林婉晴，这孩子就是你的催命符，你会后悔的。你让我死吧！我们孤儿寡母的，孤零零的活在这世上，还不如到地底下一家团聚。愚蠢！婉晴啊，你既然怀了身孕，侯府上下不会不管你们母子的。没错，婉晴，从今往后，我侯府绝不会亏欠你半分。不，孩子没有父亲，该有多么的痛苦啊！哎，不要啊，嫂嫂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和侄子的。你说什么？我一定会替兄长照顾好你们母子。若你不相信，今日顾长渊便在此立誓，他立什么誓啊？我会照顾他们一生一世。这家人到底什么情况？贤婿啊，这无名无分的，你就不怕瓜田李下呀？侯爷，我的女儿和外孙，你们想好要如何照顾？她怀了毕竟是世子的骨肉，如今世子已逝，爵位就应当由次子继承。站在你们的立场，不想婉晴腹中的孩子挡了次子的路，嫌弃他们母子是个累赘，本相亦能理解。不如今日我就带我女儿回家，择日改嫁。卿卿不可！我们怎么会嫌弃婉晴母子呢？长渊，你记住，你现在兄长虽然没了，而且就算你还要继承爵位，但是你兄长的孩子必须在你孩子之前，这一点你可清楚？儿子明白，反正都是我的主。若在场各位还是不相信我，觉得我会背信弃义，辜负嫂子和孩子，那我便当着父亲和林丞相的面，这就行了，别说话。请求父亲将嫂嫂转房于我。哎呦，他你这什么？这有损风气吧？将嫂嫂转房于我。顾将军忠义，为了兄长血脉，娶寡嫂养侄儿，真是难能可贵呀。这不合理处啊！侯爷，我府中还有事，告辞。告辞。母亲已向皇上求得圣旨，今日一过，圣旨到，其他人就算不认同，也不敢质回。我儿重情重义，林香，那这转房一事你怎么看呢？好，婉晴，你怎么说？为了夫君血脉，我愿意。好，那这件事就这么定。我不愿意。放肆，推到一旁去。他之前都答应了，此刻为何反对？既然弟妹不愿意，那我有什么事晚上回去再说。
夫君起初只说了转房的事情，可并没有说嫂嫂有孕，更没有说嫂嫂将来的孩子要继承爵位。父母之爱子，未之计深远。我为了我未出世的孩子考虑，我何错之有？父亲，您一向偏心兄长一家，连爵位的事情亦是如此，这不公。确实偏心。长渊媳妇说的在理，爵位传承非同儿戏呀。都是我这腹中孩子造的孽，我这就除了他。不要，嫂嫂不要。小叔，你别拦我，让我除了这个祸害。父亲，孩儿不在意爵位，孩儿就想好好照顾他们母子。若是将军执意要娶嫂嫂，那我们合理。那我们合理。你，陆昭宁，你为何要这样做？他不是挺大度的吗？爵位我也就说说，要是他合我心意，传给他的孩子也不是不行。今日寿宴，先把嫂嫂转房才最重要。你可想好，是要娶嫂嫂，还是与我合离？哼！女儿快起！混账东西！你娶了我女儿，就要好生照看她，你却让她受得如此屈辱。亲家，你怎可是非不分呢？明明是你女儿擅妒，不顾恒儿的骨肉。那又不是我女儿的骨肉，凭什么让她保全？哼！你，更何况，只怪你们侯府，一个爵位，2个儿子，势必有一个要吃亏呀！我要和我的孩子离开侯府，再也不打搅你们了。嫂嫂，不要！昭宁，你再想想，他不是一直深爱我吗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既然今日顾家的长辈都在，那劳烦诸位替我做个见证。今日起，我陆昭宁与顾长渊和离。陆昭宁，你怎敢！好啊，好啊，我的女儿，宁为玉碎，不为挖泉。哎，亲家，如果你能和昭宁退让一步，退他个爷爷！现在就写和离书，立刻，马上！好，好，好。既然你们如此的执意，那本侯就成全你们。来人，上笔墨。陆昭宁，你真的要和我和离吗？和离之后，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将军，快点写吧。他终究是舍不得我。拿印泥。是，小姐。陆昭宁，你别后悔。顾将军，该您了。这就是你想要的，我成全。成了，等我嫁给长渊，照样还是世子夫人。这2年，多谢侯府的照拂。昭宁，你何必这样呢？若是你能容下你嫂嫂，那该多好啊！哼哼，赵府，昭宁嫁入侯府2年，事后公婆打理家事，哪一样做得不周全？她不是不能饶人，是不饶那些骑在头上欺负她的人。昭宁是侯府
亏欠你。不错，老嫂子说的在理呀。昭宁这孩子不争不抢，我很中意呀。既然他和长渊无缘，我那曾孙子……老头子，你在那胡咧咧什么？今天是什么场合啊？丞相，您堂堂正正，但防不住有些人惯会背信弃义。有些事儿，嘴上说了不算，要过了明路才万全。您说呢？好，既然我已经承诺要让婉晴转房过来，那今日各位长辈就做个见证。来人，上东西。长渊，罢了，嫂嫂才是我真心想要的妻。至于陆昭宁，以后大不了再纳她为妾，她一定会回来。可惜了那恒儿啊！父亲、母亲，世子已逝，那这丧礼……谁说本世子轰了？谁说本世子轰了？顾世子他没死。怎么回事？刚说人没了，这不好好的吗？那这世子夫人刚转房。恒儿，你……恒儿，真的是你？劳父亲大人您挂心了。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我？顾长渊虽是一个，世子才是我真正喜欢、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啊！若不是以为世子死了，我怎么也不会转投顾长渊。夫人已经和二少爷有了首尾，怎么办？完了！父亲，兄长没死，一群蠢货，连人是死是活都没弄清楚，这该如何收场？恒儿，你没事就好，快让大夫瞧瞧。人还没死，妻子就转房给弟弟了，还弄得弟弟夫妻和离，这事闹得也太大了。小姐，世子是不是来早了？原想安排仆从抱他活着，再引出赐婚圣旨，打个措手不及，逼他应下。没成想他自己来了，他想做什么？世子到底想干什么？救命之恩，不胜感激。世子无恙就好。作揖礼远重于方才对钟永侯的拱手礼，世子怎会颠倒尊卑？救命之恩，难道是陆氏救了世子？陆昭宁到底做了什么？陆昭宁，真的是你救了世子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是谁呢？知道的是我女儿救了世子，不知道的以为她害了人了呢。若是真心救人，为何要隐瞒？之所以隐瞒，一是因为我也不确定世子能否醒来，二是因为救人需要退1时针，我怕你们以男女有别阻拦，故此隐瞒。世子今日出现之前，我也并不确定他是否能醒来。此事太过蹊跷，我才多问几句。夫人信或不信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不过，为何夫人见到世子醒来，却不见高兴？你在担忧什么？昭宁，婉晴只是一时情急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很感谢你救了我儿。是。
昭宁救了恒儿，你们没一个人站出来感谢，还无端质疑。恒儿，你可不能跟他们一样恩将仇报，要报恩，你便娶昭宁为妻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祖母，这如何使得？祖母，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？怎么不可以？昭宁被逼与长渊和离，是侯府对不住她，将她嫁给恒儿，岂不正合适？世子死而复生，世子夫人转房二弟，二弟和二弟媳和离，世子要娶前弟媳，这闻所未闻啊！成败在此一举，祖母即将拿出圣旨，他会当众抗旨吗？还是会？既然无话可说，老身我进宫面圣。祖母，他要拒绝。祖母，祖母，兄长他才刚刚苏醒，何况他与夫人已孕有一子，这实在是……林氏有了身孕？陆昭宁这个贱人，里湖不该提内湖，故意害我。你腹中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世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不认这个孩子吗？老天，这可真是一出好戏呀！嫂嫂之前只说了有孕，却没说有孕多久。兄长是2个多月前出世的，完全可以信骗兄长，这孩子已经2、3个月了。嫂嫂是在前期2、3个月不行。兄长，嫂嫂当然是怀的你的孩子，最近府上太忙了，嫂嫂没告诉你。哦，既是我的骨肉，那你不妨说说，究竟几个月了？约莫2、3个月。我怎么会晓得？恒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在怀疑什么？废物东西，居然留下这么大的把柄！林婉晴似乎很怕顾恒，同样我也怕，毕竟那是他亲弟弟的骨肉，也是侯府的血脉，他或许不忍让他们背负奸夫淫妇的骂名。我本就体弱，漠北一战，更是落下了病根。服药期间不得同房。故此3年来，我虽娶妻，但未曾行过人事。这个不争气的蠢货，竟3年都未能与顾恒圆房，难怪一直怀不上。孩子不是世子的，那是谁的？堂堂相府千金，竟然做出这种事情！帮帮我！你们不能过河拆桥。若兄长没碰过嫂嫂，那他的第一次就是给了我。这个野种到底是谁的？我是野种，我们是清白的。父亲、母亲、长渊，你们知道的呀，我是清白的。他可别狗急跳墙，暴露侯府丑闻。我身子不济，不想耽误了林氏，故此在当初成婚时就已经写了放弃书。放弃书？那岂不是名存实亡的夫妻吗？林氏，如今你做出此等丑事，我亦有责，恩怨相抵。即日起，你离开侯府吧。林氏私通怀上野种，世子竟不计较。世子大度啊！世子离谱，你们竟然对我一人顶罪，想让我滚，你们休想！既然我颜面尽失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这个孩子不是野种，捂上他的嘴！他是。要
脸的东西！诸位，我侯府有要事处理，就不多留大家了。圣旨到！似乎圣旨来了，属于我和常渊的圣旨来了！臣妇李婉琪接旨。圣旨到！臣妇李婉琪接旨。圣旨不是应该明天才到吗？母亲怎么安排的？哪位是陆昭宁陆姑娘？民女在。完了完了，是老太太求的那道赐婚圣旨。世子要是知道小姐算计他，要出事儿啊！公公，你宣旨吧，臣妇等聆听圣谕。哼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陆氏持家有方，贤贞有德，且有救世子之功。今朕特赐婚陆氏，与世子缔结良缘，经此。什么？世子和陆昭宁？你说什么？公公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赐婚给谁？放肆！你是在质疑皇上的旨意，还是在质疑咱家的眼睛？臣妇失礼，臣妇不敢。世子陆姑娘，接旨吧。叩谢皇上隆恩。民女谢主隆恩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祖母，这不是真的，你求的明明是……我确实是求了，只是有些不太对呀。怎么会是这样？你还不快拿……够了，婉琪，你还嫌不够丢脸吗？父亲，公公，不知皇上是否知晓，这陆昭宁是商贾之女。商贾之女配不上常渊，更配不上恒儿啊！夫人放心，皇上当然知晓。皇上起初嘛，自然也是不甚赞成，只是这顾世子用自己的漠北军功来换啊，再加上他亲自入宫面圣，诚情力情，这旨意呀，自然就下来了。军功，夫人。好了，你们继续吧。恒儿，是你亲口请的旨意，是真的吗？是不是祖母逼你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没有人逼我。当初我苏醒的时候，听闻了转房与和离之事，便是快马加鞭赶去皇宫，求取圣旨。兄长，万万不可！陆昭宁是我的妻，你怎么能娶她呢？常渊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且不说陆氏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就单论此前陆家救助过我侯府，此等恩情，我侯府怎能不报？而你为了转房，让陆氏成为下堂妻，也是陷我于不义。为兄我怎能由着你胡来？诸位，我娶陆氏，一为报恩。我中用侯府绝非忘恩负义之人，陆氏乃至整个陆家都对我侯府有恩，我侯府怎可能看着他沦为弃妇，遭人非议呢？其二，乃是责任。陆氏为我退衣施针，愿舍名节而救我性命，此乃大义。此等女子，我自不能负之。
哦，恒儿，你处事周到，又有皇上赐婚，齐叔公我没意见。常渊，你这次差一点就酿成大错。哎呀，诸位，本侯的家事需要处理一下，还请诸位先行回去。贤婿，幸好你还活着。恒儿，你糊涂啊！你怎能娶一个商贾之女啊？开朝立国以来，没有一个世子夫人有她这样的身世。母亲，皇上赐婚，岂能不敬？走，扶我回房间。我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多待。哼！一会儿去天玉轩，请林小姐立刻离开侯府。此事已成定局，那就安排大婚事宜吧。父亲，顾将军，现在啊，都在聊我女儿和世子的事情，你还杵在这儿干嘛呀？啊，林小姐还在那儿躺着呢，你快去扶扶她呀！后悔吗？不后悔。2月后是吉日，早日完婚，也去府里的晦气。好，好，好，就定这个日子。真是冤孽，兜兜转转，又跟陆向天这老匹夫做了亲家。恒儿，2个月会不会太过仓促啊？陆氏，你觉得呢？我没有任何异议。那就定这个日子。哎，世子说是，那就是。好，那大婚的事就全交给你来安排。我去看看你娘，母亲还是先退下了。那我就先去外头等着你们吧。恒儿过来，你怎会求旨赐婚？祖母早就……老太太，奴婢推您回西院休息了。也好也好。好险好险！小姐又骗老太太去求旨的事儿，可千万不能让世子殿下知道，否则就全完了。今日之事也着实出乎我的意料，我实在没有想到世子您竟然……你让祖母求旨赐婚，我也挺意外的。兄长，你好奇我如何得知是吗？赐婚，不庆，你祖母前几日刚用你大伯的战功求过圣旨，朕已准了。你又何必深夜入宫，再求一道？臣恳请陛下收回由祖母所求圣旨。哦，这倒奇了。老太太求的跟你求的有何不同？不都是你跟他陆氏的婚事吗？回陛下，祖母所求是祖母对孙儿的心意，臣今日所求是臣自己的心意。臣愿以漠北一役所有战功，换取陛下重新下旨，为臣与陆氏昭宁赐婚。全部战功，孤恒，
你可想清楚了？臣想清楚了。功名于臣而言，不其他重要，望陛下成全。罢了，朕便依你。凌恩，奴才在。你旨吧，就按照世子的意思，重你一道赐婚圣旨。是。谢陛下隆恩。原来竟是这样吗？世子既然知道我已央了祖母，就不怪罪我算计你吗？说到底，是我侯府亏欠你。只不过，大伯的军功是祖母的保护符，不可以被他人随意动用的，下不为例。好。世子，你体内还有余毒未清，虽无大的影响，但是还是需要尽早清除才是。无妨，你安心备好大婚。寿宴之事总算尘埃落定了。林婉晴声名尽毁，侯府没有她的容身之地。顾长渊闹出转房的笑话，正好给我委屈和离的机会。以后我会是世子夫人，但这一切的前提是顾恒必须活着。他向来谨慎，能对他下毒的必定是他极为亲近信任之人，或许就藏在这侯府的深处。况且这侯府似乎还藏着什么秘密。我若想坐稳世子夫人之位，他不能有事。